货币哈银本位，中国搞了好多年，后来呢搞成那个金本位，金本位搞完之后，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垮，这个金本位搞不下去了。那现在以什么发行货币呢？美国以什么发行货币呢？就是以这个美债。其实美债是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就美国的一个经济，对不对？美国的一个国力哈。那其实你把美金打开哈，上面会有一句话写着：上帝或上帝。We trust in God，就是我们以信誉做担保。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金量吗？这个美国有没有信誉我不知道哈，但是特朗普肯定是没有信誉的，是不是？天天都说不打了，然后就来一炮，说我们要这个揍垮伊朗，第二天就说呢，我们还是和平谈判吧。这样兵不厌诈，这样子啊，兵不厌诈。所以说每天呢，这个股票啊，就像这个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上哈，一会儿猛下，非常非常刺激哈。最近哈，很多股民都在说哈，好像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打仗全部是股民买单的哈，他们花的钱。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哈，特朗普利用这个美伊战争期间哈，还是赚了很多钱的，已经资产超过100亿了，对不对？超过100亿美金，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位总统哈，最能挣钱的总统，在任上最能挣钱的。大家有没有看到消息哈？就是在这个交易期间哈，在战争期间的时候，特朗普的账户是频繁的在这个买入和卖出哈，交易非常非常频繁，大力去炒股哈，搞得还是蛮火热的，赚了不少钱啊。不是大家有没有买股票啊？买股票啊！买股票的呢，在大陆买股票的3家公司都被查封了。你说的是买美股的公司吧？是啊，3家公司都被查封了，3家。高压根上知天文下知地，什么都可以搞。中国在限制这个资金的一个外流哈，所以把这个买美股的几个交易软件都给查封了哈。其实你如果不靠那个外国的交易软件，在中国也可以直接买到美股，大家知道吗？怎么买？可以买到纳指，但是那个纳指也有问题哈，那个纳指是中国发行的那个纳指，可以买美国的，就好像是我上次好像看过，就是它大跌的时候你买不进去，大跌的时候买不进去，只有涨的时候你可以买，你可以追涨，但是不能买跌。然后呢，交易的费用也很高，反正很麻烦，涨也涨不到什么。所以在中国买纳指，除了依赖那3个软件之外，在中国企业去买这个纳指的话很困难，它就像一个局一样，把你的钱给混进去，对不对？那只能进不能出那了。中国有 QDII， 那些是允许买的，对，那些还是比较正规的。对，他的不正规的，但是它主体上还是有一些正规的。对，或者你可以开一个香港或者是澳门的账户可以买啊，那个好一点。好像要搞香港要倒查了，它的交易费很高，之前好像是20%。没有。提出的时候，就是扣那些基金，就那些扣税吧，好，那些基金也好，或者你去香港其实开账户也好，可以开账户也行。对，他只是现在就是说，他警告你，不让你参与这些，你要参与这些要主动申报，要交税，对呀。但是他到现在也没惩罚一个私人的，他惩罚公司那些公司交易所，他惩罚交易所了。北京人吗？是，对，他北京人哦，他没有这个长臂管辖，包括香港也是。他比如说现在你在香港有些账户，他说你把这账户怎么是要交多少钱，他得把你那些数据拿来，他拿这个数据就是长臂管辖了，啊，再包括阿联酋也是吧。很多人在阿联酋做那个股票也是啊。这个不叫长臂，这叫 CRS， 就是全球税务交换系统，跟那个没有关系。对，咱们2个概念不是。对，那个是说有一些国家是可以互通信息，但是你也不能拿这个东西来进行行政来处罚，因为你没有权利，收税也不能收，你没有权利，你除了中国的国界以外，你没有权利去收。你收阿联酋，你收吗？你回到国内来。对，你收阿联酋，你收那个新加坡，你根本没有权利收。把税收到别的民族上。对。
阿联酋就有这点好哈，就你在这边交易的时候，它有一个银行，这个银行交易哈，它一个月是有20多次的一个免费交易数。那个免费的买入买出都可以交易20多次是免费的，后续也还是比较便宜的这个交易的手续费。因为这个银行还有一个好处哈，大家应该知道现在的中国这个存款是利率很低哈，很低哈。1.5，3年才1.5，中国银行不同的这个额度哈，不同的额度，可能小额的呀，这个活期啊可能会更低一些，对不对？那在阿联酋其实这边还是比较好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银行，它的这个活期利率是5%，而且是日结算啊，日结算。复利了。但是它是到账，那个利息到账是每月到账一次，但是你只要钱放在里面，每天都是结算好的，只是最后在月底的时候才会再发给你。哇，这个点很厉害。但是如果你是这个通过另一个手段把这个钱存进去，就是比如说工资，用它做工资卡，只要每个月超过了1万迪拉姆，它的利率马上跳升为6.25%。哇，这个很高啊，6.25%跑赢了美债了吧？跑过了美债了吧？基本上，对不对？这样一个利率哈，但是像这个活期哈，它有一个小小的限制，这个限制确实很小，就是你每个月的这个转入和转出的次数不能超过3次，不限金额，不能超过3次。这也是活期，对不对？我今天提10万，明天提10万，后天再提10万，30万够了，剩余的钱存在里面，这个还是一样的算利率。当你把钱又存回来的时候，它从你存进的那一天结算，又开始算你的利率，所以就比较高，那个利息还比较高哈。但是它有一个限制，不能存太多，每个人只能限制哈，只能存50万迪拉姆，也就是100万人民币。也要通过这个手段，你几乎1年可以拿一个50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5000块钱，下载大巴开户去。对，100万是5万块钱啊，5万块钱啊，5万块钱。你说一年拿个5万块钱是可以搞的哈。但是阿联酋也不是说所有像我们的游客也不是可以过来开户的，他是需要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在阿联酋是有工作的人，然后有企业担保可以去开账户。那还有一些就是像在这阿联酋投资买房的。你的房产如果超过了400万人民币，单价哈超过400万人民币，你也可以拿到阿联酋的10年的黄金签证。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享有这个开户的一个权利，这个会比较好。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阿联酋买房，有的朋友可能以为他们只是单纯的投资赚钱，那确实阿联酋的房产的这个升值这几年确实做的还可以哈。包括今年到这样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哈，他们的股票虽然跌了，房产的股票虽然跌了，但是房价是没有跌的。而且迪拜政府是严格管控，比如说这套房子现在的价格是300万哈，300万迪拉姆，你现在想要以250万卖出去，土地管理局那边或者注册的那个交易的地方那边卖不出去的，你必须上面的资金是300万，如果没有300万卖不出去，它政府层面去控制的这个价格就是不让房价下跌，可以涨，那后续可能在战争之后呢又在慢慢涨，在战争来临的这段时间，没有外国人跑过来买的，但是在本地生活的人还是在买。刚需，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期望值很高，也相信他能够走得很好这一块。除了这个房价会涨之外，还有一个方面什么事情呢？就是它的房屋的一个租金回报率特别高。阿联酋最低的房租回报率是6%，6%是最低哈，不是最高，最高是14%。哇，这个很吓人的。比如说你的房租回报率保持在10%左右，你买一套房大概是10年左右能够回本，这个很吓人啊，超高的房租回报率。因为阿联酋88%是外国人，只有12%是本地人，这12%完全不用买房，完全没有租房。但是外国人，像我们在这边，我们待的时间长，买套房在这边是 OK 的，10年。但是你像有很多人可能就来2-3年，或者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他去买房，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去买房。那一个月你像司机师傅一个月2-3千块钱，他拿什么买房呢？做梦嘛，买不到房的。所以这些人需要什么呢？需要住宿。那住宿哪里来呢？那就是租房。在阿联酋大概有60%以上的人需要租房。那你可以算到，你说这房子根本不愁租，你买了房子不愁租，这一点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买完房之后把房放在这边租出去，这也是一方面。那还有更多的有钱人是干嘛呢？那就是把这个房买完之后去获取这个黄金签证。
或许环境性的有什么好处呢？资金的一个好处。你在阿联酋开个户，如果你有海外的这种贸易，对不对？我们有的是做这个国际贸易的、国际物流的，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你做这种海外贸易，你在阿联酋有一个账户。然后你以后所有的货款都打到这个账户上来，那就会方便很多。你以后想在国外买什么就买什么，你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还有一点就是阿联酋可以允许你随便拿到其他国家，你可以拿进来，也可以拿出去。它还有一个限制，对一些做灰产的，大家应该知道做灰产的对不对？有一个利好，什么利好呢？就是在这边哈，就是它的买房资金就不查来源，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就比如说哈。比如说我们车上有个老板今天拿了400万的现金，然后被我看到了，我跑过去给抢了，然后你会抓到我现在跑到这个交易所已经把房子买了，房子还是我的，欠你400万是我欠的，但是房子我已经买了，他不查资金来源。这一点哈，就是能够让他的房产还是能够升值的。那有很多人也会用这种方式过来买房，可以说是洗钱。但是太大量的资金会管控慢慢的可以。那还有很多人呢想这个资金外流，也是通过在这边买房这样一个途径把资金转移出来，很多很多，不是少数哦。中国人大家应该知道，今年中国这个去年中国的这个富豪很多出走的，对不对？资金往外转的，有最多的人数是来到了阿联酋，世界上都是阿联酋是最大的输出国。那最大的流出国应该是英国。大家应该知道英国的这个税也特别高，各方面反正很麻烦。流入最多的是阿联酋，它是获得利好了。所以呢，阿联酋虽然有很多人穷人还真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富人长期居住的。所以这边的整个的一个治安或者生活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到棕榈岛了上到棕榈岛了。大家感受出来了吗？没有感受出来那这么棕榈岛还是在陆地上呢？是的它是在海上面建的一个岛屿，花了140亿美金。来自于酋长的一个儿时梦想那现在在棕榈岛上面，棕榈岛就是一棵棕榈树的造型，像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棕榈树它是一根主干道，左右两边各有8片树叶，前面还有一片，也就是它有17片树叶一起17片树叶。然后这个主干道，我们刚刚来到这个道路呢，上面就是左右两边就是公寓楼还有酒店。那再往前，从这里再往前，大家看到就没有高楼了，对不对？就是低矮的一个楼房了。这边就是别墅区左右两边各有8片树叶，那上面都是豪宅这边最开始售卖的时候，最低的一间房价一套房价是3000万迪拉姆就是6000万人民币。那个时候还是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开始售卖。最便宜的是6000万人民币一套，但今天已经没有6000万人民币一套的这个房子了在那个外沿有一个新月形的一个形状，那个外沿那边有别墅，那边还有很多别墅在售卖那边是9800万迪拉姆，也就是大概是2亿人民币大概是2亿人民币一套一套。有很多的土豪会在这边购置资产买房，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也会有很多人过来去度假。像我在23年接到的这个过来度假的最厉害的一个大哥，就是那个刘强东。他们的京东物流在这边做的也很好京东物流那电商在这边是没有的京东物流开到这边，他们的高管年会是租了一个房子，租了3栋别墅租了3栋别墅，其中1栋别墅租了1个月租了30多天，然后最后算价格就说完价格是800多万800多万非常非常昂贵。后来呢是24年，刘强东他们就在这边买了一套大家应该可能听说过，他是花了4个多亿4个多亿买了一套别墅的哪一套？能不能指一下？我也不知道哪一套我也没有这个神通指一下方向就可以了。你指的那就是我们也羡慕一下这有土豪是怎么生活的。跟书那儿的这个建筑又导游跟百事通还是有点区别百事通估计也不知道这事杨导就是像我们东哥去哪里都是开海天盛宴的，那妹子怎么解决？妹子你不负责？我们只负责给他们度假做别墅做这一块然后其他的东哥他有别的途径的，他自己有厨师他自己有他的途径的。然后据我所知从23年以后，24年和25年都是在这边来开那个年会的，高管都会过来反正连续的3年都会有26年我不太清楚反正前面3年我有2年是我有在，就算他们买了一个房子之后都是租的这个别墅的，但是我只见到过东哥一面见到过一面，打了一个招呼。他算是我见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人物了。还有一个人物也是比较大，一个盘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叫 Mr. V， 他的一个游艇哈，3亿美金给他注册哈，跑了3个月，给了我一点钱。这个大哥也很厉害，就是我们说的做诈骗的，但是他是诈骗的大哥的大哥，就是中国法律管不到他，外国法律也管不到他这种，常年漂在海上哈，叫 Mr. V， 在迪拜还开了一个车行叫命运之轮，开完之后是迪拜最有钱的车行哈，当时是个中国人哈，很厉害。说句暗黑的话哈，有很多这个做诈骗的后面的大哥支持的人哈，都是这个什么红二代呀，这种哈，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对不对？我们现在到中途岛的最顶端的话，我们出去这边就是波斯湾、阿拉伯海，大家可以看我们左手边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风平浪静，对不对？没有太多的一个波浪哈。这边基本上都是这个内海，所以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浪哈。不像海南那边有时候这个波涛汹涌，还有这个大台风刮过来，这边都没有哈，这边也没有台风。有这种台风、季风的话，阿联酋的雨水应该是充足的哈，它都没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哈，右前方这个粉色的建筑，大家看一眼啊。这个粉色的建筑呢，我们只能围观一下。这个就是亚特兰蒂斯酒店哈，6星级的酒店。1晚上要多少？去住一下就知道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酒店哈，这个酒店呢，这个亚特兰蒂斯哈是一个海洋风情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呢比较有趣在哪里呢？它中间哈，我们开过来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这个造型像一个桃子一样的这个形状，一个桃叶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拱形门，而且拱形门哈是阿拉伯的一个风格。上面呢有一个天桥豪华套房，然后这个天桥豪华套房里面呢有一个金叶大餐桌，黄金做的，还有一个金的一个叶子，可以容纳18人同时用餐哈。哇，这个就很厉害了。这个当时是这个30万人民币一晚哈，30万人民币一晚。这个房子不算很贵哈。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矿老板哈，在这边是住上了差不多有1个月哈，住了1个月，很有钱啊。花多少钱？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看这个就得看，对，就看这个就能看出那个哦，对，这个应该送个无人机拍照。这个要在空中去看哈，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要么就是高空跳伞，就在旁边4300米的高空，要么呢就是这个去坐直升飞机也能看，再或者哈就是这个中途岛的观景台，这边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全貌。除此之外呢，就看不到，那就只能在手机地图上或是照片上可以看到哈，你站在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哈。这边是亚特兰蒂斯酒店。但拍这个全貌哈，亚特兰蒂斯酒店也拍不全哈。我们一会儿会在停车场停个10分钟哈，停个10到15分钟，让大家下来拍一拍这边哈。但是一定要注意马路上这个车来车往的一个安全哈。会有一点晒哈。这个酒店也不让我们进哈，也不让我们进，尽量不要进去啊，到时候后续找我们麻烦哈。也是一样的，跟帆船酒店一样，有消费才可以入内哈。所以它虽然很好看哈，我们在外面看一看，拍拍照片，在这海边也可以拍一下。一定要住进来，这位置。这辈子一定要住进来。大家可以把这个随身贵重品带上哈，我们这都有15分钟的时间哈，